愛子之心人皆有之，而他卻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。讓人意外的是，庭審當日卻有236名村民聯名上書祈求對老人從輕審判。好家伙，難道殺人還有理了？這究竟是一樁怎樣的魔幻案件？事情發生在河南商丘市睢縣長岡鎮西村。2015年7月30日晚上8點，剛從外面幹活回來的孟廣憲夫婦手都還沒顧得上洗，就聽見門外傳來叫罵聲：老家伙，今天非弄死你們不可！老兩口還沒回過神，門就被狠狠地踹開了。他們对此情景早已見怪不怪，來人正是他們二兒子孟宏雪。孟宏雪35歲，已經結婚，婚後育有1女，幾年前就已經跟父母分門另住，兩家相隔不過100米，而這次上門目的只有一個，要錢。其實這已經不是兒子第一次來索要錢財了。孟宏雪已經30多歲，連個正經工作都没有，常年靠父母接濟生活。可是老两口也並非大富大貴人家，對於兒子頻繁的索取，逐漸感到力不從心，所以當時並沒有能滿足兒子的需求。聽到老人沒錢給，孟宏雪二話不說就掐住父親的脖子，將其按倒在地。母親陳金梅在一旁急了，上前拉扯，結果孟宏雪撿起地上的鋼筋就往母親身上招呼。陳金梅哪裡受得住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孟宏雪還隨手拿起一捆電線往他身上抽。年過60旬的老两口哪裡扛得住孟宏雪的反复毆打呢？在一旁喘着粗气的孟廣憲選擇了反抗。黑燈瞎火之下，孟廣憲搶過兒子手裡的鋼筋，但兒子的雙手依然死死掐着他的脖子。與此同時，孟廣憲手持鋼筋也朝着兒子一頓輸出，隨後兩人便雙雙暈厥。我實在沒法啊，我又給他一還手，咋都都得喝開啊。他往那一挺，歪那了，我往那一挺也昏了。大概過了20分鐘，孟廣憲逐漸恢復知覺，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因為他發現兒子已經倒在血泊中一動不動。情急之下，他掏出手機給住在附近的大兒子孟兆光打電話，讓他報警。等警方趕到現場，依然發現2位老人躺在地上，明顯受傷不輕，而倒在一旁的孟宏雪滿臉是血，已經沒了呼吸。按理來說，就算要不到錢，對自己父母也不該大打出手，可為什麼孟宏雪會對父母下如此重手呢？他平時又是個怎樣的人？為何作為受害者的他死後依然得不到村民們的同情？孟家有3個兒子，長子孟兆光，二子孟宏雪都住在当地，老三則常年在外打工，很少回家。在村民的印象里，二子孟宏雪從小就游手好閒，老實本分的父母对他根本束手無策。長大之後不僅是個爛酒鬼，還是個不折不扣的啃老族。他基本生活開支都來自於父母，可是老兩口並不富裕。母親陳金梅是一家家具城的清潔工，年邁的孟廣憲依然堅持在工地上搬磚提泥，以體力換取微薄的收入。然而這些錢多數都被孟宏雪要了去。有一次老两口出門幹活，孟宏雪把家裡能賣的東西都賣了，還借些錢讓老两口去還。啃老也就罷了，他還嫌棄父母給的太少，嫌少也就算了，他還經常毆打父母。每次要不到滿意的金額，孟宏雪的氣就不打一處來，只要他心情不好，就對老两口拳打腳踢。他毆打父母到底有多頻繁呢？街坊鄰居表示，孟宏雪1個月內平均毆打父母4到5次。媳婦那會兒他打了他媽6次，我5次都在現場。到底打工回來都給他1塊錢，不給都打，把他媽手都缺的嘞。誰知不道啊？我都知道。那是要如果搁到我的孩子，我早承受不了了。那麼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住在附近的大哥並沒有制止弟弟的行為呢？實際上並不是大哥不想管，而是根本管不了。有時候孟宏雪毆打父母，大哥上前勸解，也遭到一番毆打。去年春節開始，我們派出所就是接到關於孟宏雪毆打其兄嫂其父母的報警10多次。僅僅5個月內，長岡鎮的派出所就接到孟宏雪毆打兄嫂以及父母的報警不下10次。
雖然他頻頻鬧事，不過還是有看不慣的村民幫忙報警，有時也是孟家人自己報的警。那為什麼他還能一直逍遙法外呢？原來每次民警前來想帶走孟紅雪時，孟廣憲夫婦又不同意了，因為念其親情，不捨得兒子去看守所吃苦，所以每次到最後，老人都向民警求情，表示不追究兒子的責任。因此對於這種家庭糾紛，民警也是束手無策，每次只能以教育為主。我們派出所準備對其進行處理的時候，都是受到他家人阻止，因為他們都是親人，派出所每次就是以教育為主。然而孟廣憲夫婦的心軟和寬容並沒有喚醒孟紅雪的良知，反而更加變本加厲了起來。2015年春季的某天，孟紅雪的老婆也受不了他，吵了一架之後直接跑了。然而他卻将這一切怪罪到母親頭上。當時陳金梅正在家裡做家務，一身酒氣的孟紅雪突然踹開門，二話不說就對瘦弱的母親大打出手。這一幕剛好被路過的村民看在眼裡，隨後他又覺得不解氣，騎個3輪車到附近的店鋪提了一罐煤氣罐。村民張棟亮問：你要幹嘛呢？孟紅雪毫不避諱地說：我炸了他去。張棟亮頓時也嚇了一跳，連忙搖人過來阻止。骑到一個3輪車，帶一個煤氣罩，最後來我暖了，我崩了他去。雖然這次爆破行動被趕來的村民和村幹部阻止，可是好景不長，僅僅過了1周時間，陳金梅看到孟紅雪喝多了，在門外毆打自己的女兒，陳金梅連忙上前阻止，然而卻被孟紅雪哄道：這孩子我也不要了，你們一起死吧。反過來又掐陳金梅。聽聞孟紅雪這麼快又毆打父母，村幹部急忙再次趕到孟家勸阻，但是孟紅雪卻好似沒有鬆手的意思，反倒把母親的脖子掐得更緊。看到陳金梅眼睛開始翻白，緊急之下，村支書王雪東衝上去連踹3腳，才將其踹開。我踹了3腳才踹開。孟紅雪的為人讓村民們都嗤之以鼻，可俗話說子不教父之過，父不慈則子不孝。那麼作為父親的孟廣憲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對於殺死兒子後，法院又該如何判決？絕對讓您想不到。被告人孟廣憲是個十里八鄉的老好人，在村裡從不與人結怨，還對大家有求必應。很多村民家修個灶台、碼個牆頭，都是孟廣憲不收錢幫他們砌起來的。作為鄰居，大家都對他讚不絕口，可謂是積攢了相當好的口碑。但是為啥兒子卻與他結怨呢？難道他對子女不好而遭到怨恨？實際上恰恰相反，看看他們居住的房子就知道了。接近70的孟廣憲夫妻還擠在一個30多年前的老房子，屋裡環境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，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家具都沒有。孟廣憲勤儉節約，忙活到老，還堅持在各個工地上奔波。雖然賺來的錢多數被兒子拿去喝酒，但應該也還能積攢一些，最起碼給自己和老伴個舒適的住所不成問題。可問題是，這些錢到底用去了哪裡呢？原來從2004年到2010年期間，孟廣憲就用工地掙來的錢陸續給3個兒子起了3間平房。雖然面積不大，但是該地段位置好，房子臨近鄉鎮，來往人流貨車絡繹不絕，附近超市等地經常有客休息，是做個小生意的好地段。孟廣憲考慮到以後3個兒子即便不出去打工，也能在當地做點小買賣養活自己，於是在2010年時已經平均分配給3個兒子1人1戶房產，也算是提前分家留下財產了。而他們夫婦自己的房屋破爛都是靠木板縫縫補補，因為覺得自己條件有限，也要給自己兒子留下最好的。可是即便這樣，換來的卻是2兒子孟紅雪無端的毆打，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向，他們的內心也許承載着別人難以體會的痛苦。可憐天下父母心，孟廣憲的遭遇確實讓人同情，但是在法律的角度，最終卻將孟廣憲定為故意殺人罪，判處3年有期徒刑。按理來說，孟廣憲正在遭到兒子孟紅雪手持鋼筋毆打、掐脖子等威脅生命的行為，之後反抗才致人死亡，
應該屬於正當防衛，再不濟也算是防衛過當。但為何以故意殺人罪定罪呢？這其中難道還有什麼隱情嗎？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進行了大量的走訪，得到一些重要的相關言辭證據和相關物證，與孟廣憲的口供有很大出入。孟廣憲在殺人期間是否具有主觀故意性，成為了本案的關鍵。孟廣憲在法庭上稱，當時自己生命遭到威脅，忍了很久再反抗，打了兒子一下便暈倒了。我不还手，他把我掐死了，就问了，本来我有的事。只可惜法医的鉴定給他泼了一盆冷水。經鑑定，公訴人發現死者孟紅雪頭部有4處致命傷，腿部有3處非致命傷，所以老漢至少敲了兒子7下。這麼看來，被告人孟廣憲說只打了兒子1下並不成立，所以法庭認為孟廣憲應該在其兒子失去反抗能力之後停止後續行為，拿着鋼筋猛敲兒子頭部4下，體現主觀的故意性，所以判定為故意殺人罪。當然在網上也有颇多爭議，有網友認為孟廣憲屬於正當防衛，因為當時情況危急，無法判斷一擊能否制服正在行凶的兒子，所以這度就很難把控了，並且在人死後難免會驚慌等情緒，於是避重就輕的給了一些假口供，也情有可原。也有人認為孟廣憲最後的補刀和給假口供的行為雖然值得同情，但在法律的角度卻不能容忍。那麼您又是怎麼看這出家庭悲劇的呢？歡迎說說您的看法。本期視頻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再見。